前几天我分享了利用一个插件在 Office 或者在 WPS 办公套件里面调用 DeepSeek 来进行 AI 对话，从而提高工作效率的视频，反响非常热烈。但是这种方式也仅仅是将 AI 对话的场景从手机或者浏览器移到了办公软件里面，并没有真正的提高具体工作，比如写文案、PPT、排版、数据分析等工作的自动化程度。最近 WPS 官方正式将 DeepSeek R1 模型深度接入了原来的 WPS 灵犀 AI，使得相关工作的自动化程度和输出成果的质量大大提高。给它一篇论文或者其他材料，它能够熟读文档，并且根据你的要求自动生成 PPT， 并且排版精美。给它一份 Excel 统计数据，它能够瞬间洞察数据之间的奥秘，自动为你生成可视化图表，并且做出洞察分析。还有诸如帮你深度拆书读文档、搜全网、网页摘要、生成思维导图、长文写作、快速创作等逆天功能。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好，打开这个 WPS Office 这个办公套件的一个首页啊，在这个左侧的4个功能这边，最后一个灵犀 AI 打开。啊，这里就是灵犀 AI 的一个界面。之前的话只有一个灵犀 AI， 现在加入了这个 DeepSeek R1 模型。我们先来试用一下它的这个生成 PPT 的这么一个功能。然后我这里准备了一个叫做上市公司合并报表编制的这么一个论文。然后这个论文是从网站上下载的这个期刊的这么一个页面啊。这个论文的第1页啊是这篇论文。然后第2页呢，它有一个其他部分的内容，就是这个新会计准则下的企业年金，这是另外一篇论文，但是它占了这个版面啊。这个下面这个部分是接着上面这篇论文的，我们把它上传上去，看看它能不能够识别清楚。好，在这里我们选择生成 PPT， 然后在这里上传刚刚这个本地文件，来写个提示词，请根据上市公司合并报表的编制，这篇论文的内容生成一个 PPT， 点击发送。那么这个时候它就开始在进行一个思考了，然后正在创作这个 PPT 的一个大纲。这个里面目前没有出现任何关于企业年金的内容，所以它把这个里面干扰项给排除掉了。好，现在这个大纲编写结束，要求我们选择一个模板啊，选择一个 PPT 的模板，我们选一个比较专业一点的模板吧。选择这个啊，这个商务属性比较强一点的这个模板啊，选中它，然后在这里点击生成 PPT， 然后在下面还有针对我们刚刚上传上去的这篇论文的一些相关问题，它这边有一些这个生成的问题，我们可以点击直接询问啊，我们这里直接点击生成 PPT， 那么这个过程它就正在进行中，正在生成大纲内容。可以看到它这个大纲在同步的进行一个生成，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这个内容都很详实，都是取自于这篇论文的内容，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自动生成的速度还是很快的。总共有27页 PPT， 提示已经生成27页幻灯片。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把这个缩小一点。这个 PPT 生成的很迅速，然后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右上角的这个下载，也可以直接去 WPS 编辑，我们选择下载。好，这就是刚刚这个 WPS 运用 DeepSeek 深度思考来给我们自动生成的一个 PPT， 根据我们上传给它的一篇论文的内容，它生成了一个这个根据这个论文内容生成的 PPT， 上市公司合并报表的编制。我们一页来看看啊，它这个分门别类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清楚。其合并报表业务与合并报表非常的简洁，这个标题也很醒目。
配的图，这个图也挺好的。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自动生成 PPT 的这个效果，我们把这个我们想要生成的内容、主题都喂给它，然后它就自动去把我们把这些繁琐的排版的工作给自动搞定了。然后我们可以对照一下这个内容跟论文里面的这个内容对照一下，看看是否有修改的地方。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啊，这就是它自动生成 PPT 的一个功能。然后在模板这里还可以继续的更换，比如说我要换一个这个深色的模板啊，它这里只要应用一下即可了，然后这边就开始更换模板主题。正在更新文件，一下子就秒更新啊，基本上是秒更新的，非常快，速度非常快。然后这里还可以继续对话。这是刚刚根据大纲生成的 PPT 啊，你如果觉得这个不怎么好的话，还可以继续生成，继续跟他提问对话。这个是 DeepSeek R1的一个深度推理思考过程来生成的这么一个 PPT。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数据分析的这么一个功能。这边有一个数据分析啊，它需要我们拖放一些这个表格文档进去。我们现在去这个网站搜索一个数据集吧，来把它上传到这里，让它进行一个数据分析。好，我们来到这个网站啊，这个网站我们来进行一个数据集的搜索。我们选哪一个呢？选 Kimi 和这个 DeepSeek 联网版吧。我现在要做一个数据分析的练习，你能帮我找一份适合用来练习的数据集吗？好 ，Kimi 就向我们推荐了这么多网站，可以去下载这个数据集的。然后 DeepSeek R1联网版也正在这个为我们考虑，他也推荐了很多网站，这个 Kaggle 他也推荐了，他推荐了一些国内的，比如说这个 CSDN， 这里面有一些热门项目的数据集。我们这里找一个销售与财务数据吧。这是超市销售的数据，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数据。泰坦尼克号的一个数据，这个开源数据集提供了1912年4月15日泰坦尼克号沉没时船上乘客的信息。它可对数据清理、预处理、描述性统计、数据可视化和预测建模感兴趣的数据分析者，使用，可以给这些人使用。那么这个数据集里面包含有这些信息啊，我们把这个数据集给下载下来，让 WPS 给它简单的分析一下。好，我们把这个数据集下载下来。目前已经下载，保存在桌面了啊。好，我们把刚刚我们下载的这个数据集给它导入进来。上传完毕之后，它这边就出了2条提示，建议提示。我们看看，第一个是快速解读表格内容，第二个是帮我生成一些有价值的图表。我们现在让它解读一下这个表格的内容吧。这个表格里面数据是一个关于泰坦尼克号上面的乘客的一个描述性统计，看看它怎么回复。好，它现在生成完毕了啊，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数据集是个什么样的内容啊？它是一个非常流行的开源数据集，提供了1912年4月15日泰坦尼克号沉没时船上乘客的信息，包括这个幸存人数啊、姓名、性别、年龄以及这个票号、船舱号等等啊。我们看看
这个 WPS 它识别的一个内容，它识别的这个过程是都有代码的，然后代码是隐藏起来的。首先看看它的这个概述吧。他说，该数据集展示了泰坦尼克号乘客的生存情况，揭示了性别、船舱等级等因素对生存率的影响。然后他设定了几个重要指标，一个是生存情况，一个是船舱等级，还有这个性别。然后他针对这个指标做出了一个这个分析的建议。他建议按照不同性别和不同船舱等级来分析这个生存率的情况。这个蓝色的代表是女性啊，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女性的生存率是明显高于男性的，男性是这个绿色的。然后这个船舱等级是1级、2级、3级，那么可以看出前面的1级、2级是显著高于第3等级的这个船舱的。不管是从男性还是女性来说，这个船舱的等级越高，生存率都会更高一些啊。这个是它的一个关键洞察，它也做了一个分析。上图展示了不同性别和船舱等级的生存率，可以观察到女性乘客的生存率普遍高于男性乘客。较高舱位的乘客生存率较高，而3等舱的生存率较低。他提出了一个关键洞察建议，首先第一个是性别对于生存率的影响显著，女性乘客的生存率明显高于男性，这可能与救援时的优先级有关，建议进一步分析不同年龄段的生存率差异。第二个是船舱等级与生存率呈正相关，也就是说较高舱位的乘客生存率更高这是他的一个洞察。可以说他对这个分析还是非常的精准的，而且给出了这个图表。那么这个图表是可以复制图片的复制图片的形式给它保存到本地来。他在结束这个推理之后，还给出了3个建议一个是不同年龄段的生存率差异分析，第二个是船舱等级与性别对生存率的交互影响，第三个是不同登船港口乘客的生存率比较。我们来看看这个船舱等级与性别对生存率的交互影响这个吧。继续接着上面的这个进一步深入分析，点一下，他就开始进行进一步分析了。好，我们看他已经分析完毕了。他说，通过前面的分析，已经了解性别和船舱等级对于生存率的影响是显著的。接下来要进一步探讨这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他分析了这个步骤，通过分组统计和可视化手段分析不同性别在各个船舱等级中的生存率差异。然后他的方法是什么呢？他的方法是将数据按照性别和船舱等级进行分组，然后再计算每组的这个平均生存率。我们看一下他画的图他先是分了女性乘客一组，很明显的就是女性乘客里面，船舱1就是1级这个船舱的生存率是最高的，2级是 0.92， 3等级是最低的。那么在这个男性乘客里面呢，1级也是最高的 0.37， 2级、3级都很低。这是它的一个分组的一个交互性的一个分析。他这边给出了一些交互性影响分析。首先第一个，女性乘客的生存率是普遍较高的一个是 0.92、0.97、0.5这个比男性的这个 0.3、0.16、0.14这个是显著较高。第二个是船舱等级的影响，在所有性别中，就是女性乘客和男性乘客，这个第一等级的船舱它的生存率都是最高的，第一等级的船舱它的生存率都是最高的，然后第2等级、第3等级的船舱的生存率都是相对较低的。第三个交互影响就是虽然女性乘客的生存率整体较高，但在第3等这个船舱中这一差距有所缩小，这说明了什么呢？就是说船舱等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性别的优势，也就是说不管你是男性还是女性，在第3等级的这个船舱里面生存率都是很低的生存率都是很低的。最后他给出了一个关键洞察，第一个是救援优先级，女性乘客在紧急情况下可能享有更高的救援优先级这个是从这个数据里面可以看出来的。第二个是船舱位置的重要性，
船厂等级对生存率的影响是显著的，尤其是在紧急情况下。这就是通过这个 WPS 的07 AI 挂上这个 DeepSeek R1之后进行了一个数据分析的操作啊，感觉这个效果还是很好的。好，我们再来试用一下它的第二个，就是这个读取文档的这么一个功能啊。我们选读取文档，然后上传本地文件。我们找一本电子书，就选择这本影响力这本书吧。目前是上传成功。然后我在这边问他一些问题，这里也有一些这个建议的提示词，那么我就根据他建议的这个提示词来对话一下吧。详细整理这篇文档，输出格式清晰的总结。然后他开始解析，并且在后台进行一个工作了。现在文档提示一个，当前文档超出了可读字数的限制，只读了6%，说明这个书这本书太大了。但是他还是给出了一些这个思考的内容。因为他也读了6%嘛，我们看看他只读了6%的情况下能生成出什么样的内容。他虽然内容没有全部读完，但是他整体框架好像已经读完了。他现在把这个每一章的这个核心观点、应用场景，还有一些关键案例都整理出来了。好，他这里同时出现了一些这个针对上面内容的一个提示的提问。他这个总结的这个分章分节和这个下面的这个层次感都很好。然后它的内容没有读完整，只读了6%。我们看看它的这个 DeepSeek 的思考过程。用户给了这样一本书，内容非常详细，涵盖了多个章节和专家解读。用户希望我能详细整理这篇文档，并输出格式清晰的总结这是它的一个思考过程。好，我们再来试用一下它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功能，比如说这里有个搜全网，哪吒2票房第1，破中国影史单日票房纪录。我们点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它在搜索搜索网络，然后搜索完了之后 ，DeepSeek 开始思考。这边搜索了很多网页。DeepSeek 正在思考中，它会根据这个网页的内容给用户反馈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回复。然后它现在进行回复，这个整理的还是比较齐全的，它分门别类然后这个下面有一个深度搜索，我们也来试用一下。针对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复制。然后还可以直接新建文档，并且在文档里面进行编辑，也可以直接分享，还可以直接收藏我们试一下这个深度搜索。那么深度搜索肯定就是在上面搜索的基础之上再进一步的搜索，就是我们搜索完之后没有出现我们达不到我们的期望的时候，它可能就可以通过这个深度搜索来进行一个更加深入的搜索，然后给我们更好的回复现在回复的它就更加的全面了。包括它的全球票房表现，以及后面的制作团队跟背景，还有这个成功的因素分析，以及对中国动画电影产业的影响以及观众的评价和影评。现在这个就非常的这个详细，就是所谓的深度搜索的一个结果吧。我们来试试网页摘要，地址放在这里，然后点回车。他先进行了一个思考，这个思考过程也完整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在中间的时候，他也还进行了思考。好，他输出完毕。他针对这篇网页，就是这个新闻的这个总结是非常详细的首先，他这个提到了民企座谈会解读分析，一个是背景与核心意义，然后政策支持重点方向，
行业与科技趋势，然后是市场影响与投资逻辑，第5个是未来政策展望，然后进行了总结。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啊，这是它的一个网页摘要的这么一个功能。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生成思维导图的这么一个功能，然后我们上传一个文件吧，就上传我们之前做这个 PPT 的这么一个论文，然后这里有根据文档帮我生成思维导图。他先把这个摘要这个核心思想给列出来，再根据这个摘要核心思想来生成导图。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效果也是很好的。这个导图是可以进行一个下载复制。好，这个 WPS 跟这个 DeepSeek 相结合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在这个自动生成 PPT 和数据分析方面，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这个效率。特别是这个数据分析，我们只要把自己的这个基础数据给它组织好了，放在一个 Excel 文档里面，然后直接上传到这里来，它就可以直接根据我们 Excel 里面的这个数据的内容和一些特性，然后生成你的这个关键洞察的意见，并且生成可视化的图表，这个是非常好的，效率非常高的，大家也可以去试用一下。